实验说了，今天会在阿姨面前正式提我们领证的事。今天我要告诉他们，我就是首富苏家之女。阿姨，今天是您生日，我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苏氏集团5%股权。我的天，炸了！礼服炸了，这得是多大的吨位啊！撞衫不尴尬，谁丑谁尴尬。看看陆实业和林珊珊明明更般配，还真是郎才女貌。实业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好了跟阿姨说我们领证的事儿吗？领证跟你，苏念柔，你是不是胖到脑子也被脂肪塞满？我这身肉是为你攒下来的。你考研那3年，我打3份工过劳肥。你说胖了也好看，这辈子只娶我一个。这种话也就你这种蠢到家的胖子会当真。看清楚现实，我陆实验的女朋友是林珊珊，苏氏集团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人家林珊珊是千金大小姐，她是什么？一个只会吃饭的累赘。真来了，苏念柔。苏念柔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丢不丢人？实验哥哥，少说2句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。他这种人我太了解了，懦弱窝囊，连大声说话都不敢。你以为他敢闹？顶多在这趴一会儿，等会儿自己就灰溜溜跑了。也是啊。行了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他连反抗都不敢。你敢推我？你疯了吗？你反了天了！以前你被骂2句就哭着跑，今天怎么敢动手？苏念柔，你是疯了吗？滚开！我现在看你一眼都嫌脏。还有你，林珊珊，偷了我的身份，偷了我的未婚夫，还在收院上羞辱我。林珊珊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胡说！我本来就是苏家大小姐。你连查都不查，就跟着一起羞辱真正对你们好的人。你以为你儿子攀上了高枝？可笑！你敢骂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算什么东西？现在就告诉你，看清楚，这是苏氏集团5%的股权转让书，转让人签名苏念柔。那是苏家的股权继承公证，他真的是我苏念柔，苏氏集团董事长苏远山的独生女儿，苏家唯一的合法继承人。实验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个被我们全家当保姆使唤了3年的死胖子，他刚才说自己是首富苏家的千金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妈，你看他那一身肥肉，苏家千金能是这德行？他就是被我们羞辱极了，别瞎话碰瓷。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阿杂东西，也配冒充苏家千金，冒充我苏念柔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啊！这是爸爸亲笔写的认亲书，上面有他的签名和手印，他承认我是他的女儿，还说会把我接回苏家。又是股权书，又是认亲书的，这到底谁是真的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苏远山，让他亲口说谁是他的女儿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还以为他真是千金呢，结果连电话都打不通。死胖子，你演的还挺像啊，可惜啊，差点就被你骗了。苏念柔，你拿一张假股权书就想来骗婚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苏念柔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连电话都打不通，谁是真的一目了然。我当初选珊珊，真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，而你就是个笑话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听见没有？让你滚！你聋了？给我出去！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会走。今天不是你们赶我走，是我自己要走，因为这个地方脏。老苏，你挂了他电话，念念会不会又来闹？上次他为了那个姓陆的畜生，差点骑到你身上抢房本，你腰闪了，躺在床上3天没起来。他能不闹吗？从小到大，要星星不给月亮。这次为了那个男人，连苏家的脸面都踩脚底下碾了。他要是再来逼我们把财产转给那个姓陆的，怎么办？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老苏，你可得稳住啊！锅铲拿好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前些日子让你们担心了。你不是来要钱的，你怎么变这么有礼貌了？你以前进门都是用脚踹门的。念念，
你没事吧？是不是那个姓陆的把你脑子气坏了？爸，我没病，我只是终于醒了。念念，以前女儿被猪油蒙了心，以为那个男人值得我放弃一切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我为他糟蹋自己3年，一身肥肉，满身伤病，到头来他却当众羞辱我。妈，从今天起，我要把丢掉的一样一样捡回来。第一，减肥塑形，把身体练好；第二，把苏氏集团所有的资料吃透；第三，1个月后的年度投资会上，我要让陆时言和林珊珊把欠我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好，这才是我苏远山的女儿。陆总，听说这场竞标您势在必得啊？哪里，只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罢了。听今天的消息说，苏氏集团要临时更换主持人，往常不都是苏总本人亲自到场主持的吗？这次是怎么回事？换谁来代替呢？难不成是苏家那个女儿林珊珊？快看，林珊珊来了！听说她刚刚在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上拿了1等奖，真是了不起。她不但年轻，能力出众，而且样貌也这么漂亮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我的天，这是哪里来的仙女？气质绝了，比那些国际超模还有气场，哪来的贱人，敢抢我风头？这位小姐，这里是苏氏集团的竞标大会，来的都是各大公司代表，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？有邀请函吗？我看你穿成这样，该不会是来钓凯子的吧？现在好多捞女冒充名媛来上流社会傍大款钓凯子，这种事情多了去了。石燕哥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，怎么能让她进来？这个人怎么感觉如此熟悉，好像之前在哪儿见过。等等，太漂亮了！不，漂亮和美丽都没法形容她，她简直就是真正的公主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位小姐，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苏氏集团竞标大会，不是网红打卡地。你穿成这样，是小红想疯了吧？就是，现在有些女人整了容就到处蹭高端场合，真把自己当名媛了。各位，我怀疑这个女人是骗子，她冒充苏家千金，混进竞标大会，不知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苏家真正的大小姐是我，林珊珊。这件事在座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。没错，关于林珊珊是苏家千金这一点我可以证实。就在前些日子陆家举办的那场盛大晚宴上，苏家老爷和夫人当着众多宾客的面亲口承认了林珊珊的身份。这件事在场不少人都可以作证，绝对不会有假。既然如此，那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她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，竟敢在这种场合之下公然冒充他人身份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从小被寄养在外，改姓林，好不容易回到苏家，现在竟然有人公然冒充我，大家给我评评理！太过分了！保安呐，把这个骗子轰出去！就是敢在苏氏集团的地盘上撒野，活腻了吧？林小姐别怕，我们都站在你这边。这位女士，你听到了？全场没有一个人认识你。你如果现在离开，我可以不追究，否则我只能报警。听见没有？还不快滚！滚！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我回自己家族举办的竞标会现场，本就是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之事，还需要像你这样不知所谓的人出示什么证明？真正该立刻滚出这里的，恰恰是你们这群不识好歹、喧宾夺主之人。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才是苏家正正经经、名正言顺的女儿，你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人，休想在此信口雌黄！这位女士，请你搞清楚状况。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，苏家如今公认的千金是林珊珊小姐。你冒充谁不好，偏偏要选择冒充她的身份。我奉劝你立刻自行离开，免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否则，就别怪我直接叫保安来请你出去了。
说完了。你说你是苏家千金，很好。既然你口口声声坚称自己的身份，那么现在，请你回答我，那份代表苏氏集团5%股权的法律证明文件上，白纸黑字，究竟签署着谁的名字？看清楚了，这持有人一栏，赫然写着苏念柔。此处不仅加盖了苏氏集团的正式公章，更配有苏家老爷子亲笔确认的私人印章，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。你既然自称是苏家名正言顺的千金，那么你口中所说的那份属于你的股权证明书现在在哪里？不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也给在场的诸位看看，如何？你口中所说的那份属于你的股权证明书现在在哪里？不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也给在场的诸位看看，如何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？而且你这肯定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公章可以私刻，私章可以伪造，钢印也能找黑市做。你整容都整了，弄几张假纸算什么？不错，现在造假技术太发达，单凭几张纸，谁也证明不了你就是苏念柔。各位，你们想想，苏念柔是什么人？300斤的胖子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这个女人呢，瘦成这样，气场这么强，哪一点像？她绝对是整容加冒充。说的有道理，1个月时间怎么可能变化这么大？对，肯定是骗子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苏念柔，就算你瘦下来又如何呢？还不是没人信你。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识相的就自己滚，别自取其辱。你跟我比这个，你们都说我是骗子。那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是苏家千金林珊珊，那我问你，苏家老宅正厅挂的那幅画，画的是什么？我从小被寄养在外，没怎么回老宅，不知道有什么画。不知道？那好，换一个，苏家老爷子的生日是哪一天？这种私事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不说是吧？那我替你回答。苏老爷子的生日是农历8月初8。这种私事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不说是吧？那我替你回答。苏老爷子的生日是农历8月初8，每年中秋前后。去年你也来陆家宴会了，如果你真是苏家千金，怎么可能不记得自己爷爷的生日？你别转移话题，现在是说你冒充的事儿。你手里那份破文件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破文件，苏氏集团5%股权，持有人苏念柔，身份证号661661999111403121，这些信息你们可以记下来，竞标会结束后随时去工商局查。而你，林珊珊，你说你是苏家千金，你的身份证上写的还是林珊珊吧？你连姓都没改回来，就敢在这里冒充苏家继承人？要不要现在让大家看看你的身份证？就算你是苏念柔，你今天来竞标会有苏家的授权吗？光凭一份股权书，不代表你能主持竞标。你要的授权够了吗？既然没有疑问，那么竞标开始吧。第一组，请上台。哟，陆总怎么也跑出来了？听那些老家伙吹牛，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念柔，对不起。陆总又何出此言？我知道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不该以貌取人，不该那样对你。我知道错了。我都明白，你减肥、学跳舞、秀苏秀，这么拼命的改变自己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吗？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的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现在已经……念柔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以前是我没珍惜你，往后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。你心里还有我的，对吧？陆时燕，你太自作多情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摆脱那个任人欺凌的苏念柔，为了活出我自己的样子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任何旁人。我先走了，以后没有重要的事，不要再来打扰。苏念柔，你逃不掉，你越是这样冷冰冰的拒绝我，我就越确定你还喜欢我。等着吧，我会让你亲口承认的。我回来了。陆时燕，这是我家，你怎么能进来的？还生气呢，老婆？我求了爸妈，让他们出去旅游了，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我的家。
陆时燕，那是我爸妈，谁是你老婆？是你们家主动放弃这段姻缘的，是你变心要娶林珊珊的。念念，我知道你这1个月拼命减肥，都是为了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你费这么大劲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吗？我知道错了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也看见你了，你还端什么架子？我们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陆时燕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女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你？我减肥是因为我不想再被叫死胖子，我努力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优秀，从头到尾跟你没有1文钱的关系。你嘴硬什么？你明明就是为了……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作多情？真的很让人恶心。你回不回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。你要是非想赖在这里，就赖在客厅吧，没事别来烦我。苏念柔，你……对了，下次别再说我回来了，没人等你。原来我对他还是有嫉妒。他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一大早去哪儿？我问你话呢。少管。行，我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。苏小姐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咱们直接去看铺子。此处人来人往，倒是热闹，格局也宽敞。苏小姐，这铺子位置最好，租金也实惠。之前是做画廊的，装修都不用大改。这墙倒也光溜，采光尚可，顶高也够敞亮，挺好的。苏小姐是行家，这间铺子您租下来就能直接用，都省去装修散甲醛的问题了。您要是觉得合适，咱们可以现场签合同，合同我都带来了。大哥，你说没有甲醛，我也不敢保证啊，我还得自己做甲醛测试。要是有甲醛，我还得除甲醛，一来二去都是时间。这样，你房租降一点，可以就立马签合同。这苏小姐，我最多只能给你免去200块钱的房租费用，再多了我就无能为力了。行，签合同吧。明日我让人来看一下，该添置什么就添置什么，钥匙给我。好的，苏小姐，合作愉快。属于我的新世界就要开始了。他到底在搞什么？他要开店？苏念柔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林小姐，您说有料报，就是这儿。对，你们先别拍，等我信号。哎呀，念柔姐，听说你开店了，我和婉星特意来祝贺呢。就这，文创园，租金不便宜吧？嫂子，你哪来的钱啊？轻点，注意不要磕坏了。念柔姐，你又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没正经学过设计，这绣房开起来能行吗？可别到时燕哥的钱打了水漂呀！就是，珊珊姐可是正经美院毕业的设计师，我好歹也是学服装的，你连1天专业课都没上过，绣出来的东西谁买啊？林珊珊，你之前冒充我的事情，我都还没有和你计较，现在还想看我的绣品？我的绣品不是谁都有资格看的。苏念柔，你别扯开话题，我们现在说的是你的刺绣。你说你的绣品不是谁都有资格看的，那正好，今天有记者朋友在这儿，不如让大家开开眼，省得你以后骗了顾客的钱，坏了咱们江城手工坊的名声。苏小姐，林小姐向我们爆料说你根本没有刺绣功底，开绣坊纯粹是炒作骗钱，请问你对此有什么回应？哟，开绣坊的，现场绣一个看看呗。就是啊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敢开店还怕人看？来来来来，让记者拍下来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。念柔姐，
你看大家都想看呢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随便绣2针，也当给秀坊做宣传了呀。该不会是真的不会吧？那这店开的可就有意思了。我的绣品，每一针都是心血，不是街头卖艺的杂耍。你们要拍，可以拍这牌匾，拍这织机，拍我店里挂出来的成品，但要我当众表演，你们也配？这气场不像假的。你别在这装腔作势，有本事你就……林小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见过我的绣品吗？你摸过我的针线吗？你连我店里都没进过，就带着记者来砸场子，安的什么心？大家看不出来吗？对啊，人家店刚开张，他就带记者来，这不摆明了找茬吗？也是，真要有本事，人家店里挂的成品就是证明，干嘛非得当场秀给你看？珊珊姐，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婉星，别担心，如果苏小姐真的会刺绣的话，我们这样也是给她做宣传啊。各位评评理，她开了绣坊，却连一针一线都不敢当众绣，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说什么不是谁都有资格看，分明就是心虚。说的也对啊，开绣坊的绣2针给大家看看，怎么了？就是，现在骗子多得很，挂羊头卖狗肉的也不少。对啊。苏小姐，如果您确实有真本事，随便绣一下就能澄清，何必让大家误会呢？林珊珊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石岩哥，我是为你好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会刺绣，他就是图你的钱。哥，你就让他绣一下嘛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他要是真有本事，绣一下怎么了？你说我不会刺绣，那你呢？据我所知，你是美院刺绣专业毕业的设计师，想必手艺了得。不如你先绣一个，给我做个示范。我今天没带工具。哦，来砸场子不带工具，倒是带了记者。林小姐，你这准备的不够充分啊！你少转移话题，现在是说你。看到了吗？那是我昨日绣的。识货的人自然看得懂，不识货的人，就算我当众绣100遍，他们也只会说不过如此。这是打籽绣，针法太老道了，而且用的是4丝，一般绣娘根本做不到这么细，这看起来不像假的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买的现成的？碰坏了，你赔不起。你们要拍就拍那幅牡丹，拍完了回去找懂行的专家鉴定，如果鉴定出来是假的，我苏念柔从此不在江城露面；但如果鉴定出来是真的，林小姐，你打算怎么赔我的名声？拍完了吗？拍完了请离开，这里是私人店面，不接受未经预约的采访。苏小姐，我们会如实报道的。走吧。苏念柔，你别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其实可以当场秀一下的，那样更省事儿。省事？给一群起哄的蠢货表演，那才叫不省事。陆总，你的青梅竹马走了，你不去追？我说了，我跟他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都跟我无关。谢谢陆总刚才出言相帮，但下次不必了，我应付得来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珊珊姐，你慢点走嘛。干嘛？你也想跟他们一样看我笑话？不是啦，我就是觉得咱们刚才那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婉星，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我这样做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哥。可是我嫂子、爷爷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生气的。婉星，你想想看，你哥那么优秀，凭什么要跟一个骗子过一辈子？他苏念柔要什么没什么，现在又装模作样开绣铺，摆明了是骗你哥的钱。可是万一他真的会刺绣呢？婉星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以前胖了20多年，1个月突然瘦下来，以前什么都不会，突然就会刺绣了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是有点奇怪，可是我只是不想让你哥上当受骗。我从小跟你哥一起长大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好，
你也不想让你哥被那个女人骗了吧？珊珊姐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真心对我哥好的。还是你懂我？走吧，姐请你喝奶茶。好。陆总，出去。我来当学徒，端茶倒水免费。不收。我的色卡！你是来应聘的，还是来拆店的？误会误会。那匹泥料810吧，陆总。你连拖把都不会用，布料也抱不稳，来当学徒？我可以学。老板今天才换了一块真丝，正上火呢。小周，我是认真的。他图啥呀？图老板呗。你们俩是不是也想走？等一下，明天9点准时来。再摔坏东西，照价赔偿。好。老板，你怎么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？把这些丝线按照粗细分成8个等级，一根一根分，分错了重来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小菜一碟。陆总，最细的是1级，最粗的是8级，您手里那根大概4级。哦，4级。那是5级。小周，不许提醒他。总裁分丝线，这画面能笑1年。我看他分到天黑也分不完。照这个速度，这些线你分到明年也分不完。你别小看人，我今天一定能分完。喂，老板，刚接到电话，法国洛菲尔时装集团的设计总监想约时间过来谈合作，说要看看咱们的刺绣工艺。洛菲尔，那个全球排名前10的高定品牌，对，就是他们。约在3天后，让他们把具体要求发过来。好嘞。洛菲尔，我认识他们亚太区总裁，要不要我帮你打个招呼？继续分你的线。哦，连洛菲尔都吸引来了，我得加把劲儿。这破线比谈几个亿的生意还难。念柔，别过来！你今天又没怎么吃东西，水也没喝几口，你这是在拼命。放手！不放！你这样下去，洛菲尔的合作还没谈。你先住进医院，你需要帮忙。我知道我笨，分个线都分不好，但你教我，我学。你坐在那儿指挥，我动手，端茶倒水、剪线头、烫衬、跑腿，什么都行。先扶我到椅子上。把那件黑色披布拿过来，袖口的缝线拆掉重做。好。拆哪根线？你教我。艾米丽女士，欢迎欢迎！你就是苏念柔，比我想象的年轻，请随意参观。这是刺绣，不是印花，一支寒梅，用时3天。你的绣工是我见过最好的，在高定时装里加入这种级别的刺绣，完全可以成为系列的核心卖点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陆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艾米丽女士，好久不见。你这是？学徒，你现在看的衣物可是有我的一份功劳的。苏小姐，
能让陆氏集团的总裁在你这里当学徒，看来你的魅力比生意还大。它是免费的。合作愉快。第一批订单，我们需要12件高定样衣，全部采用你的手工刺绣。具体细节我们回去拟合同。合作愉快。对了，下个月在凡洛联邦有一场国风高定设计大赛，是全球顶尖的新锐设计师赛事，我觉得你很适合参加。如果你愿意，洛菲尔可以为你提供平台支持。这个比赛要求参赛作品必须融合华国传统工艺与现代剪裁，评委都是国际顶级设计师。如果获奖，对苏小姐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。国风大赛，是的，报名截止还有2周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好的，多谢你，艾米丽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老板要去凡洛联邦了。念柔，恭喜你，分你的线去。好。老板，你真的要参加吗？这个比赛含金量很高的，往届获奖选手这现在都是国际大牌的设计总监了，而且要去凡洛联邦。天哪，我连省都没出过，居然要出国了！作品必须融合华国传统工艺与现代剪裁。初赛提交设计稿和工艺说明，决赛需携带成衣现场展示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所以我要问你们，愿意跟我一起熬这个月吗？做完衣服，一起去凡洛联邦。愿意，当然愿意。老板，你就算让我睡工作室我都干。老板，你真的要带我们去？我以为衣服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完的，布料、辅料、打版、试衣，每样都离不开你们。还有刺绣。你不是一直想学打籽绣吗？这次正好边做边教。还有小陈，你负责立彩和版型，这次的设计会有很多立体结构，你之前那个折纸系列的思路可以用上，我保证不拖后腿，就算通宵我也干。那就别说废话了，从现在开始全力赶制参赛作品，等衣服做好，咱们一起去凡洛联邦。我们要去凡洛联邦了，真的要去凡洛联邦了！放开放开，先做衣服，做完了才能去。念柔，你留下来看店。行了，别闹了，来活了，先打3个板，今晚我要看到出海。收到。珊珊姐，你猜我刚听说什么？什么？苏念柔要参加国风高定设计大赛，就是那个去凡洛联邦的比赛。哦，他也配去参加那种级别的比赛？听说洛菲尔给他提供了平台支持，而且他好像还挺有信心的。我哥这几天天天往他工作室跑，鞍前马后的。实验哥就是太善良了，被他骗得团团转。其实我看了他工作室挂出来的绣品，确实挺好看的。婉星，你觉得我们也去参加这个比赛怎么样？我还在上学，珊珊姐，你虽然是设计师，但你学服装设计，我也是科班出身，凭什么他能去，我们不能？再说了，你不想在实验哥面前证明自己吗？让他看看谁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。可是报名时间还有几天才截止，我认识组委会的人，加急报名没问题，你就说跟不跟我一起？好，我参加，我要让我哥看看，我比苏念柔强多了。这才是我认识的婉星吗？王老板，好久不见呀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林大小姐打电话来，肯定不是光问好的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听说你手里有一批香云纱，还有云锦和宋锦的库存。消息挺灵通，没错，刚到货，都是顶级货色。怎么，你要进货？我是想要，但不是给我自己。你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个叫苏念柔的人的问价？苏念柔？哦，好像有一个小工作室的老板问过我香云纱和宋金，不过我还没回复他。王老板，我出1倍的价格，这批布料我全要，条件只有一个。苏念柔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说没货了。这不太好吧？做生意要讲诚信。王老板，2倍价钱，现金结算。你上个月不是说要给儿子换车吗？这单做完，车钱就出来了。行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过仅此一次啊。谢谢王老板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李总，是我，珊珊呀。
听说你那里有一批苏绣专用的蚕丝线。苏念柔，你连布料都买不到，看你怎么做衣服。跟我斗，你还差得远。过了，初赛过了！恭喜您入围决赛，请于1个月后携程衣服返洛联邦参加最终评选。啊，老板，我们进了！进了。恭喜！你今天的线分完了？啊，还没有，但我可以帮忙订机票、酒店，我收。今晚不加班了，去吃饭，我请客。老板请客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要吃火锅，最贵的那种。随便，陆实验，你去不去？去。老板，决赛你打算做什么？透露一下呗。对啊，设计稿我们都没看过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需要什么布料或者辅料，我帮你找渠道。来，干杯！祝老板决赛拿大奖，祝我们凡洛联邦之行顺顺利利，祝朝阳工作室越来越好。干杯！老板，出大事了！说，昨天确认好的3家香云纱供应商今天全部毁约了，一家说库存被海关扣了，一家说机器坏了停产，还有一家干脆不接电话。我刚问了一圈，整个江城的香云纱都被人扫光了，连带着我们之前订的宋锦和云锦面料也全都没了。怎么了？陆总，有人故意截我们的货，决赛还有不到1个月，没有面料怎么做衣服啊？我认识几个锦城的供应商，我问问。不用问了，能同时劫走全城香云纱的人，锦城那边肯定也打了招呼。那怎么办？老板，要不我们去别的城市找？不用找了，自己染。老板，我们只会做衣服，不会染布啊。而且香云纱的染整工艺特别复杂，要3蒸9煮18晒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谁说我要做香云纱？布料被人劫了，我们就做别人没有的，用最传统的技艺缂丝。缂丝，就是那种通经断纬，1寸缂丝1寸金的工艺。你倒知道。我奶奶以前收藏过一幅缂丝屏风，据说一个熟练的绣娘一天只能织几厘米。1天几厘米？我们只有1个月啊，老板！寻常绣酿自然不行，但我有独门技法，能将缂丝速度提升3倍，而且决赛需要的面料不多，够用。这难道真的是传说中早已失传的双面异色缂丝技艺？我在一些古籍和纺织工艺研究的文献中读到过相关的记载。据说这种极其复杂而精妙的技法，曾经是宋代宫廷织造所独有的秘传工艺，寻常工匠根本无缘得见，更别说掌握其核心要领了。确实如此。至于所使用的天然植物染料，那些从植物根、叶、果实中精心萃取的颜色，每一份都由我亲自调配与掌握。茜草的根能染出深沉而热烈的红，栀子的果实能带来明亮饱满的黄，发酵的靛蓝叶泥则赋予织物宁静悠远的青，而乌桕的枝叶则能浸染出浓重而富有质感的黑。经过这样一道道繁复而古老的工序，最终织物呈现出的色彩与光泽，只会比传统的香云纱更为丰富、灵动，也更令人惊艳。老板，你真的什么都会啊！小周，你去买这些材料。小陈，你去药材铺收茜草和栀子。陆时言，你说，你去给我找一架老式缂丝机，最好是明清时期的，木料要硬，经得起高强度使用。给我3天时间。2天。行，2天。哟，陆总，稀客啊，您怎么有空来我这破店？老吴，你这里有没有老式缂丝机？明清时期的，木料要硬，经得起高强度使用。缂丝机那东西稀罕，您是要收藏还是急用？我记得
去年乡下收上来一台，一直搁在后院仓库里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带我去看看。行，您跟我来。不过那地方乱得很，您小心脚下。就是它了。这机器老胳膊老腿的，放了这么久，怕是一碰就散架。您真要的话，我再给您便宜点。多少钱？这个数，50。马上找人搬到这个地址。明天中午之前送到，加5万块运费。得嘞，保证明天中午前送到。叶柔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找到了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，这就是古代的电脑绣花机啊！木头上的纹路好好看。叶柔，你验收一下。老吴说这机器是清中期的，曲目结实得很。不错，经轴没有歪，缩刀也顺滑，比我想的还好。那就好。哟，在忙呢？听说你们要自己染布做衣服，怎么连布料都买不到了？这什么破玩意儿？你们该不会指望用这种古董去樊洛联邦参赛吧？真是笑死人了！不会是走投无路了吧？嫂子，你早说啊！你早说我们匀一些布给你啊！林小姐懂克斯，我不懂，但我懂什么叫过时。现在呢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手工织布？评委看的是设计，是创意，不是你这些老掉牙的玩意儿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怕我用老掉牙的玩意儿赢了你？我会怕你？我科班出身，拿过设计奖，你恐怕连设计的门槛都没进过。就是，珊珊姐可是国际拿过奖的。林珊珊，你够了。石岩哥，你就护着她吧，我看她能做出什么来。苏念柔，我等着看你决赛出丑。等等我啊，珊珊姐。什么人啊？明明是他劫了我们的布料，还好意思来倒打一耙。就是，老板，咱们一定要赢他。沉得住气，才能织得出好的。别愣了，染料泡好了吗？泡好了，茜草栀子都泡了1夜，靛蓝也发上酵了。好，今天先把第一批丝线染出来，明天织机调试完，上机试织。我要让外国人看看华夏的瑰宝。熬了3个晚上，全白费了。是不是我们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？染色、晾晒、上街，明明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老板的指示来完成的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。要不我去请个老师傅来。经线张力不匀，染色后丝线收缩率不同，上机时没有重新调整。有什么好颓废的？我第一次独立缂丝就出了大错，整整废了半匹珍贵的料子，那花纹经纬全乱，心血瞬间付诸东流，结果被师傅严厉责罚，在硬石板地上生生跪了2个时辰。如今你们不过是废了短短10厘米的丝线，比起我那日的损失和责罚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值得这么垂头丧气的吗？重来。10厘米的丝线，比起我那日的损失和责罚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值得这么垂头丧气的吗？重来。小周，把所有经线拆下来，按收缩率重新排序。小陈，修改制造图，把密度降低1成。陆时言在。你去买几把新梭子，现在的太轻，带不动这批丝线。好，我这就拆。我去改图。梭子要什么材质？牛角，不要煮的。再试。跑了大半个城，最后在郊区一个老匠人手里找到的。你试试。不错。没有断。
好了，终于成功了。不过我们还不能放松下来，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。今晚你们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开始支正稿，带着我们的作品冲进凡洛联邦。是。恭喜。谢谢你。燕柔姐在忙呢。燕柔姐在忙呢。上次听说你们买不到布料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这不，把我工作室里存的一些香云纱边角料给你们送来了。虽然是边角料，但做点小装饰应该够用吧？林珊珊，你拿发霉的垃圾来恶心谁呢？我也是好心嘛，有总比没有强吧？好心？作为专业的设计师，你更应该清楚，已经发霉的布料是绝对不能再用于制作任何产品。你这样做，到底是在真心奉献爱心，还是想趁机处理掉一堆本应丢弃的废料垃圾？我好心好意送来，你们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这么说话。苏念柔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你员工的？林珊珊，我怎么管理的员工还用不着向你汇报，你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肆挑战我的底线，难道真以为我软弱可欺，会任你随意冒犯吗？你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肆挑战我的底线，难道真以为我软弱可欺，会任你随意冒犯吗？截取布料，切断货源，四处联络记者，暗地里送来发霉的布料，你这些盘算算计，一环扣着一环，步步紧逼，花样百出，自以为高明的不得了。可你知道吗？在我眼里，你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伎俩，不过是些跳梁小丑的把戏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我着实懒得同你一般计较，这其中并非出于畏惧，而是因你根本不配成为值得我挂心的对手。现在，就带着你那堆不堪入目的破烂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滚！双面克丝，你怎么会这么难的工艺？不可能，这种技艺早就失传了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我如何会的？需要向你汇报。我如何会的？需要向你汇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，苏念柔，你别太狂了！就算你会克丝又怎样？你那破织机、破手艺，能跟凡洛联邦的评委比？他们见过的好东西多了去了。那正好，我就让他们开开眼，什么叫真正的好东西？你别得意，克丝技艺就算珍贵又算什么？观众和评委看的终究是服装整体设计与创意。你以为单凭这点历史悠久的老古董工艺，就真的能确保夺冠吗？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吧。老古董，林珊珊，你连老古董的门槛都没摸到过，更别说踏进那扇厚重的大门了。我随手抽出这一匹布，就足够让你买下一整屋子的香云纱。苏念柔，你给我等着！范洛联邦赛场上，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！活该！看他那副样子，跟吞了苍蝇似的。老板，你刚才太帅了，我差点想鼓掌。别理他，干活。克丝，他怎么可能做出克丝？珊珊，怎么了？张老师，您可得帮帮我。那个苏念柔，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台破织机，居然真的织出了克丝，双面克丝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双面克丝，你确定没看错？千真万确，不会有半点虚假。我听说那种极其复杂古老的制作工艺，不是早就已经失传了吗？他是如何得知并重现的？这里头绝对有问题，恐怕是走了一些见不得光的歪门邪道，用了些不正当的手段。张老师，眼下这情况，在即将到来的决赛上，您一定得多加留意，多想想办法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他赢啊！珊珊，我是评委不假，但还有其他4位评委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张老师，凡洛联邦那边新开了一家高定工坊，我投了一点点股份，只要您帮我这次年末分红，我分您30%。你呀，总是知道怎么打动我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他的东西如果真的碾压全场，我也没办法。
我只能在工艺分上严格一点。够了够了，张老师晚安，我等您的好消息。苏念柔，我看你怎么赢！苏念柔，我看你怎么赢！这真的是我们做出来的。给礼服配的一枚胸针，老吴店里翻出来的，清代点翠工艺，我觉得很配那件衣服。算你有点眼光，难得听你夸我。念柔，这件衣服叫什么名字？山河入梦，师傅的技艺也该让这世人看看。哟，来得挺早啊！你们的宝贝带来了？我劝你们还是低调点儿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万一出点什么意外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林珊珊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我这是好心提醒，毕竟嘛，有些人第一次来范洛联邦，连法语都不会说。哇，这裙子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比赛看的是整体效果，又不是只看刺绣。说完了，说完请出去，我们要准备了。林珊珊，这是樊洛联邦，不是江城，注意场合。他刚才看山河入梦那个表情，跟见了鬼似的，眼睛都快掉出来了，连酸都不知道怎么酸了。别管他，把皮帛熨好，然后去签到。张老师，您看了苏念柔那件礼服没有？她的缂丝和刺绣太厉害了，咱们之前商量的压分恐怕不够。张老师，您看了苏念柔那件礼服没有？她的缂丝和刺绣太厉害了，咱们之前商量的压分恐怕不够。决赛的时候，您能不能想办法让她直接出局？珊珊，你这来来回回的找我，光嘴上说说可不够诚意啊。张老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分红好商量。分红？我缺你那点钱。珊珊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想在时尚界混出个名头，总得懂点规矩。张老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今晚来我房间，我手把手教你几招，以后国际资源随便你挑。苏念柔那种小角色，我一句话就能让她滚蛋。不行，张老师您别这样。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那些设计稿是怎么进决赛的？我打声招呼，说你抄袭，你立刻身败名裂，到时候别说樊洛联邦，江城你都待不下去。我没有抄袭，你不能。乖乖听话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不然……放开我！救命！大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这是我的休息室。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像你这烂人、贱人，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樊洛联邦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撒野？我倒想问问，组委会请来的评委在休息室里对选手动手动脚，这新闻要是传出去，是你撒野还是我撒野？滚！再让我看见你碰他一根手指，你这评委的椅子，连同你的名声，我一并给你拆了。谢谢你。擦干净，这副模样，连我看了都嫌丢人。那种人不值得你怕，更不值得你求，以后离他远点。
苏念柔突然给我发消息说你有危险，让我赶紧过来。你怎么了？你的脸……婉星，张弛他想欺负我。什么？张弛那个老混蛋，他怎么敢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苏念柔及时赶到了，把他吓跑了。要不是他，我都不敢想。我去找他算账。别去，没用的。他手里有评委的权利，我们斗不过他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。我有这个。你录音了？我本来只是想录下他说要压分的话，没想到有这段录音，他死定了。我们去找组委会，先去谢谢苏念柔，是他救了我，我得当面跟他说。苏念柔，今天的事真的谢谢你，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抄袭，您听我解释。珊珊姐，出什么事了？组委会说接到10名举报，指控我抄袭张弛的旧作，证据充足，取消我的决赛资格，让我马上搬出选手区域。什么？这也太欺负人了！张弛，一定是他，他怕你揭发他，就反咬一口。怎么回事？张弛对他做了什么？他在休息室里对林珊珊动手动脚，被我撞见赶走了。现在倒打一耙，说他抄袭。这个畜生！你想报仇吗？想。好，那我们就让明天的赛场变成他的断头台。林珊珊手中握有大量证据，包括那一段清晰的录音，以及从初始草稿到最终定稿的全套设计稿过程记录。婉星，你作为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，对于如何通过具体材料来证明抄袭行为，你最懂。时间签、草稿、修改记录，我都能整理成铁证。小周，你负责把证据做成视频。那我呢？明天你的任务是全程密切关注张弛的一举一动。他坐在评委席最前排位置，而你需要悄悄混入现场的摄影区，尽量不引人注意。请务必使用手机，在录音播放的那一刻，精准捕捉他脸部的每一个细微表情变化，尤其是眼神和神态，确保拍摄出高质量的特写镜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视频做好了，怎么放出去？直接发给媒体，他们可能会压稿。不发媒体，我们直接在比赛现场的大屏上放，直接让现场的人都看看人人敬重的张弛张评委究竟是什么嘴脸。现场大屏，那是直播啊，全网都会看到。对，张弛坐在评委席第一排，躲都躲不掉。可心，我和控台那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很熟悉，私交不错，明天我会亲自去现场，专门负责盯着整个暖场环节的进行，确保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突发状况或者预料之外的情况，我们会统一对外说明，是现场的音响、灯光或其他技术设备出现了临时故障。那我们分工，我做视频，婉星整理证据，陆总搞定控台，小陈拍反应，老板你专心比赛。还有林珊珊，明天你要带上我的助理证件，站在舞台后方的位置。虽然从张弛的角度无法看到你，但你却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的所有动态。等真相大白，你要自己走上台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设计稿的原件亮出来，让大家都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我能做到。我们一起。记住，明天暖场环节音乐一起就放。张弛正洋洋得意的时候，最没有防备。等他看到自己出现在大屏上，那个表情一定很好看。好戏开始了。
感谢各位评委与在座的所有观众。这幅《山河入梦》的完成凝聚了我的心血，其中特别运用了传统的特丝技艺，以及一种业已失传、名为引线连珠的古老绣法。然而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即将结束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希望能够向一位特别的人送上一份代表我心意的礼物。张弛评委，这份礼物是特地为您准备的，希望您会喜欢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关掉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关掉！今晚来我房间，我手把手教你几招。我说你抄袭，你就是抄袭，乖乖听话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假的，这是伪造的，他诬陷我。不是诬陷，我是林珊珊，就是录音里的那个人。这是我的设计稿原件，一共47张，每一张都有对应的时间签。我从来没有抄袭张弛，是他在休息室里对我动手动脚，被我拒绝后还要诬陷我，向组委会举报我抄袭，取消了我的参赛资格。他还说，只要我老老实实听他的话，就给我足够的资源帮我获奖。他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能让我在时尚圈永远混不下去。这些全都有录音为证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博同情，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不需要靠潜规则上位，我们有才华，有作品，我们不需要向这种人低头。放开我！我要告你们！你们这是诽谤！张弛先生，鉴于你涉嫌利用评委职权进行骚扰和恶意打压选手，组委会决定即刻暂停你的评委资格，并移交法律调查。获得本次国风高定设计大赛金奖的是来自华国的苏念柔，作品《山河入梦》。不是说聚餐吗？人呢？马上就来，你先在这儿等会儿。对，嫂子别动。念柔，以前我是混蛋，嫌弃你，冷落你，直到你变得耀眼，我才明白，是我不配站在你身边。苏念柔，你再嫁我一次，这一次换我追你，等你，做配得上你的人。哥，争气点儿，别说话。起来，地上凉。你答应了？我说让你起来。你先说答应。好，但这一次规矩我定。都你定，你让我干嘛我干嘛。分线的活以后归林珊珊。行。我不，那是他的活。闭嘴。哥，你终于追到了！你要是反悔，我替他哭一辈子。我录下来发群里了。老板，婚礼我能当造型师吗？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是给你机会，是给自己机会，看看这新世界能不能有一桩好姻缘。祝老板新婚快乐，陆总苦尽甘来。